今年大家非常期待的都市開放世界2遊《異環》終於正式上線啦！這次我們是獲得了幻塔工作室的邀請，提前玩到了遊戲的創作體驗服。那在玩了1個多禮拜之後啊，我覺得這可能是我玩過的最好玩的或者說最有活的2遊啦。在這個超自然主題的開放世界都市 RPG 裡，不僅有傳統2遊的千人彈刀戰鬥，更有地產大亨啊、店鋪經營啊、飆車呀、警匪通缉呀、這個監獄風雲、搜打車、釣魚、搓麻將甚至於這個組建少女樂隊等等各種各樣的豐富的玩法。大量的這種養成要素，很重的 RPG 屬性，再加上極為豐富精美的這個地圖场景設計，包括对各種遊戲和動漫的致敬，非常可愛的角色設計，還有圍繞角色做的各種演出比如說豐富的演繹表情各種漫畫風元素的點綴很有創意的 BOSS 設計，以及很重要的不故作深沉，總體輕鬆詼諧的這個劇情故事讓這個圍繞意象而構建的遊戲世界是充滿了活力這種愉快的氣氛就很容易讓你沉迷進去，爆肝上好幾天我是非常推薦大家去嘗試一下，真的還挺好玩的不過我們极客灣一出馬，肯定重點還是要好好測一測異環的性能需求啦，聊一下它用的這個圖形技術，对吧？而異環這回也是非常爭氣公測就直接上線了 PC、PS5、安卓、iOS， 甚至 Mac 和鸿蒙等多個平台。哎呀，講真我從來沒見過哪個2遊能夠做到這麼全的一個跨平台的，這個陣仗搞得還真是挺大的那我們今天就把移動端、桌面端都來好好測一測看一看什麼樣的機器才能玩動異環吧。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遊戲玩法上的豐富，還有登錄平台的豐富。我覺得要用一個詞來概括異環，那就真的就是豐富你能感覺到這開發組的野心是真的很大，什麼都想做進遊戲裡，包括在技術側，你也能感覺到這種全都要的震撼像海特洛這麼一個龐大的開放世界地圖，海量的道路和建築物，其實這裡面就有很多的巧思異環是2023年立項的遊戲，其實到今天也就開發了3年時間，要想高效的構建出這麼大的地圖，絕對是一個難題為此開發組是專門打造了一套程式編輯工具，來減少遊戲開發之初的試錯成本把原本大量的這種手工擺放變成了規則化的生成，地邊只需要拖一條線就能自動生成整條道路，同時連路邊的物件路網結構甚至停車位都會一起規劃好包括建築和植被也是類似輸入長寬高或者是拉一條線就能快速的生成帶隨機細節的建築，框一塊區域就能自動生成植被群落，而且工具會基於構圖規則自動排布比如疏密變化大小搭配避免均匀的排列讓生成的結果看起來更自然。用這些開發工具快速的鋪出程式沙盤後再手搓各種資產放進去添磚加瓦，最終搭建出鮮活的海特洛市。這套流程可以大幅的減少試錯成本，提高效率，讓產能更多的用在比如角色场景的點綴還有光照這些重要的方面。而作為一個開放世界遊戲這人群和交通系統要如何設計呢？這個也是一門學問異環在這一塊是基於 UE 的 Math 架構來做的，把行為移動和表現拆開，用多線程去同時處理大量的角色和車輛再根據和玩家的距離动態切換精度，近處是完整的 AI 和物理，遠處逐步簡化來確保性能車輛本身是基於 UE 引擎的物理系統做了定制像懸掛加速轉向變速這些參數都做了細調，讓不同的車開起來會有明顯的差異。同時破壞也是實時計算的比如輪胎、車門、玻璃這些都是獨立的部件，可以被打壞或者掉落，而不是簡單的切換一個損壞模型而已一輛車上會包含10幾個組件，都有單獨的物理模擬計算，所以開車其實是遊戲裡性能消耗最大的場景之一了。為了優化性能，大世界裡只有 PC 版上你自己開的車才會進行最高精度的這種物理模擬但如果你是參加賽车比賽你的對手也会有很高的模拟精度，至少在 PC 版上是这样。所以異環裡參加競速你是最好需要有一顆強大的 CPU包括異環還有全動態的實時天氣系統，陽光、月光、星光都會隨時間而變化。清晨的時候有霧，下雨天積水呢會有實時的反射，下雪會逐漸的覆蓋屋頂和道路。那不同的天氣之間還能無縫的切換，從晴天到暴雨再到暴風雪，它是一整套連續變化的同時雲層也會跟着改變形態比如晴天的高積雲，暴雨前的雷雨雲，對吧？這個體積雲的效果都是不一樣的。然後遊戲裡有大量的建築物和店鋪都是可以無
無縫進入室內，不需要加載了啊。其實所有的這些你都能看出来，一環是真的想塑造一个類似真實運行的世界啊，盡可能的符合物理規律，這確實是挺有野心的啊。這種全都要還體現在哪裡呢？就是對各種圖形技術的追求上了。作為一款採用了非常新的虛幻5.6版本引擎打造的開放世界大作，一環在圖形特性上可以說是相當先進了。比如在全局光照方面，它不僅支持虛幻5的獨門技術 Lumen， 也支持全景光線追蹤和光線重構降噪。而桌面端是支持 NV 的 DLSS 4.5新模型的超分和真生成，也支持了像 TSR 和 FSR3 等替代方案。移動端的一環更是一口氣支持了高通的 SGSR2 超分加 AFM-E2 插幀，還有聯發科的 MFRC 插幀，加上蘋果的 Metal FX 超分，而未來還會支持華為家的超分方案。這個每家支持了一個遍啊，可能就差 PC 端的這個 FSR4 和 XESS 了。這應該是我見過的二遊裡最擁抱新技術的一位了。那最終的視覺呈現上啊，你也能感覺到一環是塞滿了科技與狠活啊。在圖形方面，你可以說它是克制一詞的正反面啊，它是盡可能的都在用真實渲染來表達二次元的元素。那雖然美術上說吧，這個二次元角色和特效和 PBR 這種非常寫實的材質跟渲染風格，這兩者是很難平衡的。如果掌握不好呢，就很容易有違和感啊。但是偏真實渲染的好處啊，就是它的這個畫面上限非常高，尤其是在開了光追之後啊，給人的這種視覺衝擊是實打實的。哎，你會感覺，這光這水，這確實是一個二次元的3A 大作啊。那麼問題來了，一環的性能要求高不高呢？需要什麼樣的硬件才能跑動呢？我們首先就來看一下 PC 版的一環好了啊。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CPU 啊，CPU 幀啊基本上是不會隨着分辨率有什麼變化的。無論你用的是什麼樣的屏幕，你的性能上限基本上都可以參考我們這裡測的開車時的這個 CPU 幀。一環在 PC 上鎖了120幀的上限，目前只有真生成能夠突破這個限制。如果你想要跑足120幀，不讓 CPU 成為瓶頸的話，那 AMD 這邊至少是需要 Zen 4，也就是7000系銳龍，而英特爾需要有高頻12代或者是34代的酷睿，或者是 Ultra 才夠啊。像 Zen 2或者 Skylake 架構的這種老 CPU 呢，在開車這種高壓場景裡啊，甚至會比較頻繁的掉下60幀啊。這個 CPU 要求着實不低啊。開放世界遊戲還做了大量載具的物理模擬，這可真不是鬧着玩的啊。並且內存性能的影響也不小。我們在12400F 上實測啊，低頻爛時序的內存和高頻好內存之間也能差出一大截的幀率了。好在16G 容量的內存在一環裡實測還算夠用啊，並不要求非得有24G，對現在這個內存行情來說是個好消息啊。然後啊，我們再來聊一下顯卡。作為一款支持全景光追的遊戲，一環把畫面上限拉得很高的同時，光追的性能要求也是創下新高了。開發組硬性規定了，只有至少16G 顯存的 N 卡才能開啟光追，也就是只有5070 Ti 或4080以上才能夠跑。筆記本端是5080打底啊 ，A 卡更是完全不支持。這個真的是只有少數人才能夠享受的尊貴畫質了啊。不過當我插上了5090，確實跑了一下之後，我就知道為什麼要定這個硬性要求了。在不開 DLSS 情況下，5090跑1080P 的全景光追都只能跑個70多幀，4K 下更是只有30多幀啊。這會兒的畫面確實給力了，但這個壓力也真的是得用恐怖才能形容了。實際上，但凡你想要暢玩一環呢，你就必須得接受開啟 DLSS 或者是 TSR 等超分技術的常態。這個遊戲在 PC 上不開超分是真的一點都跑不動的。所以我們這一次測顯卡呢 ，RTX 的 N 卡我們是全部開了平衡檔的 DLSS 來測的，而 A 卡和 I 卡我們也都開了 TSR， 因為 FSR 在這個遊戲裡只允許開質量檔，可能開發組也覺得更低檔位的 FSR 畫質是不太可用的啊。那 TSR 的畫質還是遠遠比不了 DLSS 的，所以建議大家不要直接去對比 N 卡和 A 卡的幀率，這個只能當是給大家一個參考，各檔顯卡能跑什麼性能吧。有了 DLSS 平衡檔超分的幫助後啊，5090跑 4K 全景光追，總算也能憋出個平均60幀了。實話說，這個壓力仍然是大的離譜啊，但好歹算是能順利運行了。5080和5070 Ti 勉強跑在45和38幀，想要流暢的開光追運行，還是得借助性能檔 DLSS 加真生成才夠啊。不過啊，當你雨天駕車駛過一個小水塘，就看着這個全屏不靈不靈的光追反射，那沒準也有點感覺的買
買顯卡花了這麼多錢，總算也是沒白花呀，是吧？我們還是用一個稍微能跑一点的畫質吧。關掉全景光追，切回 Lumen 光照的 4K 极致畫質啊！其實一环不開光追啊，这個畫面也非常的不錯。這種負載啊，基本上5090可以跑足120帧，5070可以跑足60帧。要求依然不低，但姑且是可以流暢玩了。而8G 顯存的5060，你就想都別想了，妥妥爆顯存了。那順便一提啊，一環我們剛剛也說了，它支持 NV 的 DLSS 真生成。我們在5070 Ti 上試了一下，開啟4倍真生成，這個4K 下是可以跑到200多帧啊，感覺對於二游這種非競技性的遊戲來說，真生成還是有一點用的。如果大家跑的是2K 分辨率极致畫質，我們也測了一下，基本上也是需要5060級別才能實現 DLSS 平衡檔60帧的，5080才能夠真正做到2K 滿帧120。2K 這個負載在二游裡算是數一數二的高了啊，但是上限高的同時呢，一環的門檻倒是可以調低的，跑不動就降畫質吧。2K 降到流暢畫質之後呢，依然用平衡檔超分，這壓力就一下子小了很多了。這下4060都能夠跑足120帧了，3060也能夠跑到90帧。那實際上啊，一環在流暢，也就是次低檔的這個預設下呢，畫面也還是不輸給市面上的一些二游的，並沒有出現太嚴重的畫質退化。所以跑不動的同學呢，你也不用太焦慮，就當流暢這一檔是你的最高畫質就行了啊。反正在手機玩家看來，你這個流暢檔簡直就跟開了光追沒啥區別啊，对吧？在2K 流暢檔下呢，像6750+E 和 B580這樣的卡也是可以實現120帧的。包括我們也測了2個高端核顯 ，AI Max 395在這一檔2K 的平衡超分流暢檔下呢，大概有超過3060遊戲本的一個水平，而 X9388H 呢，也能夠在僅20多瓦的一個 GPU 功耗下跑到60帧以上啊。那我們甚至還測了1060和580這樣的上古老將啊，在2K 下也可以接近50帧。如果你要讓這些老將也能夠全程暢玩，就得考慮再降一檔分辨率了。有請老弱病殘核顯組挑戰一下 1080P 平衡檔 TSR 加上性能預設。那這一下不僅1060和580能玩，就連1050 Ti 也能夠跑到50帧了。核顯方面比較強的 Panther Lake 自不必說，388H 都能夠跑到100帧以上了。那其他幾個差一點的核顯也能夠跑在60帧左右，基本保持流暢。包括傳奇馬甲王 780M 核顯，在這一檔下跑個50帧還是可以的。那我們也測了一下 Mac 版的一環，原生登陸 Mac 的二游可不多啊。那這次一環不光是做到了首發 Mac 版，而且我們實測下來優化居然還挺好的。那這個版本給我們的感覺還挺怪的。那一方面它是鎖了60帧的上限，強如 M5 Max 的 MacBook Pro 也突破不了60帧。同時 Mac 版的 MetalFX 超分檔位啊，都是開發組根據機器提前定好的，並不允許你修改啊。而另一方面，這個 Mac 版又支持光追，這你敢信？哈哈，儘管不是 N 卡能開的路徑追蹤，但是普通光追也是連 A 卡和 I 卡都沒有得到的待遇哦。哇，這個也是太神奇了。那性能方面，因為上面這些原因，我們很難直接和 PC 版去做比較，就給大家看一下這幾台 Mac 分別在什麼樣的畫質下可以跑到60帧流暢玩吧。頂配的 M5 Max 在這麼高的分辨率下，甚至可以開光追流暢運行。M5 Pro 只要不開光追，也是可以高分辨率隨便跑的，而且它不會像5060那樣爆顯存啊。而 M5 和 M4 的機器，它降了點分辨率，用低畫質也都沒有什麼問題。甚至啊，哪怕是 A18 Pro 加8G 內存的 MacBook Neo， 我們實測也能在最低畫質下正常運行一環。那在 Swap 機制的介入下，流暢度肯定是做不到絲滑的，但居然這個帧數和畫面都還算看得過去，而且還沒閃退，哎，我覺得還是挺不可思議的。這個 Mac 版的優化確實可以的。然後啊，我們移動端的玩家們應該等候多時了。我們再來看一下手機端的表現怎麼樣啊？其實一環在手機端和 PC 端的這個畫面啊，還真是有一些差距的啊。感覺項目組為了把這個遊戲搬進移動端，確實做了不少的妥協啊。我們這裡錄製了一些畫面啊，這哪怕是 PC 端開最低特效，畫面也還是比手機端的全特效要來得更好的。這應該啊是我玩過的二游裡 PC 和手機差距最大的一個啦，所以有條件啊，我其實還是建議大家盡量能在 PC 上玩，而在手機上啊，不同平台的設定啊也會有細微的差別。比如有些辦公樓在安卓端啊，玻璃幕牆裡的辦公室是做了一些粗模的，而在鴻蒙和 iOS 端呢，就直接拿一個百葉窗給它封上了。包括鴻蒙版目前好像在有些 LED 上還不太一樣，缺少最低精度的那一檔 LED， 遠處的低模會按照更高精來渲染。盡管這些對於性能的影響可能很輕微，但還是有必要提前跟各位說清楚啊。
分辨率設定上，目前安卓和鸿蒙端的手機都是以 720P 為基線的。安卓端的大多数機型，你把渲染精度設置在高，就是對應 720P， 低呢可以降到576P。而有特定的幾款高端芯片，比如8E、8E5和天玑9500的手机，開發組是開放了更高的分辨率，他們的渲染精度設置在高是對應 792P 的，中才是 720P 啊，所以你就不能高对高這樣去比較了。一環在平板上是允許開放比手機更高的分辨率的，安卓端的高配平板最高是能夠給到1080P，這一點我覺得在二游裡做的還算是不錯啊。鸿蒙版的遊戲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啊，它并没有開放渲染精度的選項，所以跑不動就只能降畫質，等於華為的分辨率是鎖在 720P 的。而 iOS 版就更加複雜了，每一台 iPhone 都專門根據性能和屏幕大小做了分辨率適配，每台都不一樣。最高的 iPhone 17 Pro Max 甚至可以跑到880P 的分辨率，可謂手機之最啊！不过我們首先還是把它都降到 720P 左右來對比一下看看好了。測試路線呢，就是下雨天圍繞城區開車，這個也是遊戲裡 CPU 壓力非常大的場景了。看起來一環的負載還是挺高的。iPhone 這邊由於散熱和調度比較慫，也就是最新的 iPhone 17 Pro Max 可以真正做到 720P 全開，接近滿帧運行了。前幾代的 iPhone 像 A17 Pro 和 A18 Pro 這兩代呢，基本上都是跑在50帧左右，而 A16這一代差的就比較多了，720P 只能夠跑到30多帧啊。應該說 A17 Pro 這一代算是蘋果的芯片架構和圖形特性上的一個分水嶺了。儘管當年我們首發的時候並不能測出明顯的能效差別，但是特性的進步呢，正在這些新遊戲裡慢慢的一點點體現出來啊。而高通平台想要做到 720P 滿幀的話，就得有這個8E 或者8E5的調教比較好的機器才行啊。基本上 720P 滿幀就是6.5瓦的一個整機功耗。如果是8進3或者是之前的老平台跑 720P， 哪怕是 A3 Pro 這種比較剛的機器，也就不到50帧左右啊。大多數非遊戲手機的8加、8進2和8進3呢，應該普遍都是跑在30-40帧以上的水平，算是能玩，但要想全程流暢，還是得再降點分辨率啊。那發哥的機器裡唯一能差不多接近滿幀的，應該就是9500平台了。对比功耗來看啊，它這個能效也還算是不錯，基本上天玑9500都能夠接近 A19 Pro 的 iPhone 17 Pro Max 了。看來啊，作為虛幻引擎的遊戲，一環的安卓版優化是並不比 iOS 版來的差的，還是挺難得的。那9300和9400啊，都離滿幀稍微差一口氣啊，但是9300作為3年前的平台，這個表現已經算是很能打的了。隨便一個紅米的9300，已經比調得很高的8進3機型都強了，不愧是發哥的巔峰之作啊！包括小米的玄界表現也挺不錯的，功耗雖然高了點，但也是能夠接近滿幀的。我們也測了一下華為的機型，似乎 720P 滿特效對於現在的華為手機來說壓力還是挺大的。Mate 80 Pro Max 可以短暫的維持在50多幀，此時功耗可以飆到9瓦以上啊！可惜啊，這個機身過熱之後啊，調度會把 GPU 的頻率鎖死在300多兆，導致幀率有一個比較大的下滑。其實我們很少在手機端看到出現 GPU 瓶頸啊，那可能是鴻蒙以前沒出過這麼吃 GPU 的遊戲吧，頻率鎖得太狠了，感覺它的調教策略還需要再優化啊。那目前的 Mate 80 Pro Max 基本上和8進2的機型能效是差不多的，降一降畫質還是可以玩的。那我覺得一環能夠出一個原生鴻蒙版，這已經非常出乎我意料了。除了 720P 以外，我們也降了降分辨率畫質，測了一下 576P 流暢檔老弱病殘組的表現。安卓這邊855的老機器啊，把畫質降下去之後啊，好像也還算是能玩，30多幀的幀率做一做日常還是可以的。那要比855再低配，我感覺就沒啥遊戲體驗了。不過我們縱觀855到8進1這4代芯片，這性能能效好像都大差不差。那這就是高通臭名昭著的這個開倒車時期啊，大家應該已經非常熟悉了，哈哈。反正這些老機器呢，基本上都是低畫質能玩的一個水平啊。說起來，這個還是要比蘋果那邊的情況要好一點的。除了唯一真神 A15 在低分辨率下非常流暢以外，A14以前的 iPhone 啊，似乎都受制於4G 內存，非常容易出現閃退啊。哪怕能進遊戲，并且帧數不難看，但頻繁閃退的體驗還是比較糟糕的。實際上，一環給到的 iOS 最低配置就是 A15。理論上，此前的 iPhone 並不在支持行列裡，所以老 iPhone 用戶想玩的話，還是得考慮換機啦。其實論畫質啊，我們感覺一環算是高配畫面很猛，低配呢看得過去，性能需求的上限和下限之間跨度很大的一個遊戲。那如果你沒有很好的配置，你就心安理得的開中低畫質好了，效果同樣還可以。
體驗呢也不比一些其他的二游差吧。但如果你有頂配，那也没有人会拦着你去開原畫光追，對吧？此時的性能需求還是很爆炸的，但你也確實可以收穫一個很炸裂的頂級畫質啊！考慮到這是一個虛幻5的開放世界遊戲，開發組又什麼都想往裡面塞，我感覺呢他們也已經燃盡了。那更多的優化工作就還是等後續的更新好了。我們今天算是花了點時間來好好看了一下一環的性能表現和圖形技術。我覺得一環的開發組，反正我自己接觸下來的感覺啊，他們是真的抱着一種全都要的這種心態，完全被逼到極限了，就是一定要做出牛逼的開放世界，很多方面都沒法妥協。所以很多其他遊戲裡取巧走捷徑的優化方式，在一環這麼大體量的項目裡不一定能夠行得通了。這注定是一個很難做優化的遊戲。所以3年裡能夠做到現在這種程度，我還是挺佩服開發組的。好在啊，我開頭也說了，這一環也確實是一款很好玩的遊戲，所以不管你手上的配置能不能玩動吧，我都建議你先去嘗試一下啊。要不要升級你的配置就回頭再說嘛。至少我對於我在一環裡投入的時間是完全不後悔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一環性能分析的全部內容了。覺得這期視頻有用的話，別忘了點讚、收藏、轉發、關注我們極寬頻道。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拜拜。